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很多人在灵性探索的某个阶段，几乎一定会问过这个问题：指导灵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还是只是我们内在想象出来的角色？有趣的是，这个疑问往往不是出现在人生顺遂的时候，它通常出现于一个转折点。你可能努力过、思考过，也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许多选择，却慢慢发现有些关卡好像不是单靠理性规划就能突破。那时候，人会自然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有什么看不到的层面在影响我走到这里？从哲学来看，这并不是迷信。早在古希腊时期，苏格拉底就提过一种概念，叫做 daimonion， 这不是神，也不是命令，而是一种在关键时刻阻止他做错选择的内在声音。他没有把这个声音视为外在权威，而是视为一种让自己不偏离真理的提醒机制。这个问题在不同文明中反复出现，名字不同，但指向的核心很接近。当人类意识发展到某个程度，就会开始察觉，我是我，但好像不只有现在这个层次的我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在接触指导灵这个概念时，会产生两种极端反应。一种是过度浪漫化，期待它像一位随时给答案的老师；另一种则是全然否定，认为这不过是心理投射、自我安慰。但真正重要的问题，其实不在于你相不相信，而在于你怎么理解这个概念。如果你把指导灵理解成一个取代你思考、替你做决定的存在，那确实非常危险。可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思考，是否存在一种比我们当下视角更宏观的意识层，在关键时刻协助我们不偏离真正想体验的人生方向，那么指导灵这三个字也许就不是神秘现象，而是一种对意识结构的描述。在这支影片里，我们不谈感应，不谈通灵，也不要求你相信或做到什么。我们只先把一件事说清楚：什么是指导灵？它与我们自身的灵魂以及所谓的高我到底差在哪里？理解比体验更重要，因为只有在理解正确的位置后，你才不会在探索的路上把力量交错，也不会迷失自己。当我们谈到指导灵时，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把它想成某个外在的存在，仿佛在某个看不见的空间里，有一个角色正在观察你、评分你或决定你的人生方向。这样的想象其实是把人类熟悉的社会关系直接投射到高维意识上。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稍微抽离情绪与期待，就会发现，指导灵并不是一个介入你人生的他者，而是一种运作在更高层次的引导机制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在你做选择、行动、经验人生的这个层面，有清楚的自我意识、记忆与性格，而在这之上，还存在着一个不被时间限制的观察高度。指导灵正是属于这个高度中的一部分，它的功能不是替你决定要不要走哪条路，而是在你偏离自身核心方向时，让不适合的选择自然卡住，让符合生命方向的路比较走得动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人生中会反复出现一种经验，明明理性上觉得这条路很好，但内在始终提不起劲，而另一条看似不确定的道路，却让你感到一种奇怪的流动感。这不是命运安排，也不是被控制，而是意识不同层次之间的协调结果。在这个位置上，指导灵并不追求让你的人生变得轻松，它追求的是一致。一致于你真正想经验的课题、想拓展的深度，以及你愿意承担的成长。所以，指导灵也不会每天提醒你该做什么，它更像是一套只有在必要时才启动的校准系统。当你顺着自己的生命方向前进时，它几乎是安静的。当你开始偏离、逃避或长期违背内在真实时，那种卡关、停滞、
反复回到同一课题的感受就会变得明显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指导灵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特权，而是每个有意识的生命自然具备的高维协调结构。你不需要被选中，也不需要被允许，差别只在于你是否用对位置去理解它。这一段最重要的重点只有一个，指导灵从来不是来取代你，而是为了让你不要失去自己。接下来，我们才有必要进一步厘清，当我们说自己，究竟指的是灵魂，还是那个经常被提到，却很少被真正理解的高我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下一段就会把这三者的差异清楚拆开。当我们继续谈下去，就一定会遇到一个核心问题：如果指导灵不是我，那我究竟是谁？也是在这里，多数关于灵性理解的混乱开始出现。所谓的灵魂，通常指的是正在经验这一生的意识主体。它有性格，有创伤，有渴望，有恐惧，会在不同选择之间挣扎，也会在关系与现实挑战中成长。换句话说，灵魂就是那个正在三维物质场上的你，正在学习如何在有限条件中活出更完整的自己。而高我则属于另一个层次。如果灵魂是在地面上行走的人，那么高我就像站在高处看整张地图的观察者。他并不活在单一路径里，而是统整你所有可能的学习方向，包含过去的选择、尚未展开的潜能，以及你此生真正想完成的整体经验。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：高我的声音从来不像命令，它不吵不急，也不试图说服你，它更像一种你一靠近就知道方向是否正确的感受。我之前在频道中曾经做过一支影片，高我是可以连接宇宙的，谈的正是这件事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的声音太多太杂，其实不是听不到，而是被小我过度解读过后，失去了那份原本就存在的清晰感。那么，指导灵的位置在哪里？区分关键在于，高我是一致性，指导灵是校准性。高我本身已经涵盖你所有的可能性与整体方向，它不需要介入细节，也不需要提醒你每天该怎么做。而指导灵则存在于这个整体架构之中，负责在特定阶段、特定节点，协助你不要偏离你其实早就知道的方向。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在跟高我对话，但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被提醒、被限制、被拉回的力量。那多半不是高我在说话，而是一种引导结构在提醒你，现在这个选择已经偏离你内在真正想走的线。理解这三者的差异，并不是为了贴标签，而是为了不把内在的权利错交给任何外在或幻想中的角色。当你知道哪一个层次在发生，你就不会混乱。当你站对位置，你就不需要依赖。这一段只需要你先把结构放清楚，至于如何稳定分辨，如何建立真正的内在信任，那已经是下一个层次的内容了。当我们谈到指导灵时，很多人第一直觉是，他会帮我避开痛苦，帮我顺利达成目标吗？事实上，指导灵并不是人生的保护伞，它的角色更微妙，也更深刻。它不会把你的人生铺得一帆风顺，也不会阻止你遇到挑战或困境。恰恰相反，指导灵的智慧在于协助你经历完整的人生，而不是追求舒适的人生。指导灵真正做的事情，往往是悄悄调整你生命中的能量流，让你遇到那些对你成长真正必要的人、事件或选择。举例来说，当你在一个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时，可能会出现一个意外顺畅的机会，让你自然而然地走向该选择。或者某条路看似不顺，你试了多次都走不下去，其实也是指导灵在透过现实提醒你，这并不是灵魂蓝图中适合的路线。这种方式与高我直接告诉你答案不同，
指导灵更像是一位高维教练，透过生活中的线索、同步事件与直觉微调，引导你自己去做选择。所以，指导灵的核心不是让你逃避痛苦，而是让你体验完整。你的人生中会有快乐，也会有挫折，有成就，也会有失败。每一个经验都是灵魂成长的养分，而指导灵的智慧在于，他知道哪些经验对你最有价值，如何在不破坏自由意志的前提下，引导你走向那些成长的契机。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明明努力了，却感觉路怎么也走不下去，那不是阻碍，而是一种高维的提醒，让你回到最适合的方向。这种引导常常不会以明显、戏剧化的方式出现，它可能是一个人的出现，一个意外的机会，一次突然的直觉闪现。我们回头看人生，会发现那些看似巧合的瞬间，往往正是指导灵在背后运作。他们不让你免于挑战，而是用最微妙的方式，把你带向成长与灵魂蓝图中最需要的经验。因此，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开始对照自己的人生，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犹豫、让你走不下去，或在关键时刻突然顺利的瞬间，很可能就是你的指导灵在高维默默工作的证据。这不是单纯的感应，也不是玄学想象，而是透过生活经验、能量共振和高维智慧的微妙互动，让你在现实中逐步对齐灵魂的蓝图。总结来说，指导灵的工作不是让你过舒服的人生，而是让你完整的活出灵魂课题。当你理解这个观念，你就不再追求感应或神秘现象，而是开始用人生实际经验去观察指导灵的智慧与引导，并且开始拥有勇气去面对未来人生中所遇到的种种难关，因为你知道，指导灵永远会在我的背后支持我。当我们谈完指导灵的本质，它与高我和灵魂的差异，以及它在我们人生中微妙的引导后，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。很多人感觉不到指导灵的存在，这并不是因为指导灵不存在，而是因为我们常常用错了期待方式。大多数人希望能明确看到答案，立刻得到指示，但指导灵的智慧并非按照三维的逻辑运作。它不会直接满足我们的焦虑或控制欲。在现实中，你可能会经历这样的困惑，有时候你的直觉告诉你一个方向，但心里又有欲望或害怕，分不清究竟是内在小我的想法，还是真正的高维引导。或者，你明明努力观察身边的共识性、梦境或直觉闪现，却仍然感受不到任何指示。这其实正反映了我们对指导灵的期待方式尚未与它的运作模式对齐。事实上，指导灵是否真的存在分层？它们如何与我们的灵魂蓝图互动？我们的生命中是否真的有一整套协助系统，在我们无意识中调整能量、安排课题？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灵性结构。但是今天，我们暂时不提供方法或答案，先不急于给出技巧，而是让观众开始思考，开始在自己的生命中留意那些高维智慧可能运作的痕迹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这集重点不是让你立刻接收到指导灵讯息，而是帮你理解一个核心观念：你背后的灵魂导师真的存在，它在运作，只是我们需要学会与它校对频率。所以，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的空间。当你回顾自己的人生，曾经的那些犹豫、阻碍，突然顺利的瞬间，是不是有高维智慧在背后运作？你的直觉、梦境或同步事件，又暗示了哪些尚未被你察觉的课题？当你开始用新的视角观察自己的人生，你会慢慢发现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其实都藏着高维智慧的痕迹。最后，你相信自己的背后有一个高维度智慧的指导灵，一直在默默守护你，指引你方向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